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真言。最近在中国的社群媒体和军事论坛上，一张照片被炒得沸沸扬扬。照片里，中共最新型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福建舰航舰甲板上，一架新型的舰载机歼15T正准备腾空而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双翼下的挂载，整整4枚重达700公斤的鹰击83K 重型反舰飞弹，外加2枚霹雳10空对空飞弹。许多军事粉红开始疯狂自嗨，高呼这是解放军满油满弹完全体海上打击力量的展现，甚至叫嚣这将彻底切断台湾东部的退路。但是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常识，在中共那种连在街上举白纸都会被迅速维稳、网络审查严密到极致的集权体制下，像福建舰最新舰载机重载起飞这种国家1级军事机密，如果没有高层的暗中授意，怎么可能如此巧合地出现在具有官方背景的现代舰船杂志上，又如此顺理成章地在微博上疯传？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泄密，而是一场中共军委宣传部一手导演的政治摆拍与心理超限战。中共太需要这张照片了。国内经济哀鸿遍野，国际上遭到自由民主世界围堵，此时亮肌肉成了他们唯一的自卫剂。这张满载弹射的照片，一方面是为了给国内的小粉红打强心剂，转移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是想对台湾民众和国际盟友进行肉眼可见的军事恫吓，企图在心理上摧毁对手的防线。但这种演戏第一、实战第二的作秀套路，恰恰暴露了其色厉内荏的本质。在战术层面上，中共这张照片所透露出的企图确实阴险。过去，中共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因为采用落后的滑跃起飞甲板，飞机要起飞就必须在重量上斤斤计较。战机如果想多带点燃料飞远一点，就只能少带飞弹；如果想多带几颗重型反舰飞弹，就无法加满油。这种跛脚的航空母舰，在实战中根本无法发挥真正的威胁。而福建舰换上了电磁弹射系统，理论上克服了最大起飞重量的限制，让歼15T实现了满油满弹的完全体。中共的算计在于，一旦台海开战，他们企图将福建舰航舰打击群绕行到台湾东部外海，也就是西太平洋。过往台湾的国防规划是将花莲佳山和台东赤航等地下基地视为战力保存的避风港，将主力战机往东部移防。然而，一旦歼15T能挂载多枚重型反舰飞弹，配合空警600预警机的远程引导，中共就能从台湾防御最薄弱、预警时间最短的背后发起致命的饱和攻击，对台湾进行断粮、断电、断网的孤岛之西战。但美国布莱尔将军直接点破了这个大战略最致命的硬伤，严重的2栖运力赤字。这是因为要武统台湾，唯一的胜负点在于能不能送足够的重装部队上岸，并且守住阵地。然而，中共疯狂制造外表拉风的远洋驱逐舰，真正用于登陆作战的正规2栖登陆舰和气垫船却严重不足。就算他们异想天开，想用毫无装甲、毫无防御力的民用滚装货轮来载运部队，在美台第一岛链密集的反舰飞弹与成千上万的自杀无人机面前，这些庞然大物也只是海上巨大的移动棺材。正如布莱尔所形容，中共就像一个练了全身肌肉却偏偏没有锻炼双腿的拳击手。当我们把技术与决策细节摊开来看，这套看似强大的系统其实隐藏着难以克服的制度与技术缺陷。首先，这架被吹上天的歼15T，其身世说出来都让人发笑。它根本不是中共自主研发的结晶，而是无耻偷窃与山寨的产物。当年中共眼馋苏联的舰载机技术，却不愿花大钱，于是从乌克兰那里搞到了一架苏33的早期半成品原型机 T10K3，拿回国内进行逆向工程抄袭拼装。这款战机在俄罗斯海军自己眼里
都因为机身过重、技术落后而逐步被淘汰。周末却如获至宝，硬是在这款1980年代的苏联老旧骨架上塞进自己的航电系统，拼装成了歼15T。更致命的是，福建舰本身的大毛病。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舰之所以能玩得转电磁弹射，是因为人家用的是核动力，拥有近乎无限的电力来源，而中共的福建舰却是一艘常规动力航舰。常规动力要带动电磁弹射，就必须依赖极其庞大的发电机组和超级电容。这意味着福建舰在实战中根本无法连续弹射战机，它弹射几架就必须停下来充电。宣传照上那种挂满4枚重型飞弹的极限起飞，在实战中会对发电系统造成恐怖的负荷，极易导致电磁系统因过热或电量不足而直接趴窝。除了技术残疾，中共建军思维里还带着改不掉的陆军老大哥包袱，这点与台湾早年黄埔那一套惊人的相似。时至今日，中共军方高层依旧由陆军将领把持，缺乏海空联合作战与跨军种指挥的现代学养，专业军种的升迁往往不看专业，而是看政治站队。布莱尔将军在文章中透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许多共军高阶将领甚至搞不清楚，某些远程反舰飞弹根本不归海军管，这种骨子里的农民兵陆战思维根本无法应付现代高科技瞬息万变的海空联合作战。从战略上来看，这更是本末倒置。如果解放军眼前的唯一目标就是台湾，资源应该全面砸在短程两栖、防空压制和后勤。但中共却为了面子，把大量预算拿去盖昂贵的福建舰等航母战斗群。台海平均只有100多公里宽，把巨大航母开进海峡，等同于主动把肥肉送给台湾和美军当饱和飞弹攻击的超大火把。航母是中共拿来跟美国在西太平洋争面子、玩蓝水海权的政治大玩具，但在实战中，它对攻台毫无实质注意。当中共还沉迷在大航母、大飞弹的二战式巨舰大炮迷思，狂妄地以为把福建舰开到台湾东部就能彻底锁死台湾，吓退美日之际，台海的攻势态势早已默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美国五角大厦非常清楚中共想打饱和攻击，因此今年彻底打破了过去依赖大型基地的传统，将战力分布式散布在冲绳、菲律宾等第一岛链的各个无人小岛上。美军常态部署的 NMESIS 是一种无人驾驶的机动飞弹车，这些隐蔽在丛林或礁石中的小家伙机动性极高，中共的卫星根本找不到。更恐怖的是，美军研发的地域景观战术，一旦中共船团企图跨越台海，美军将在第一时间释放数以万计、铺天盖地的智能化自杀无人机与无人快艇，这些造价梯田却具备 AI 自主寻标能力的无人载具，会瞬间将台海与台湾东部海域变成电子地狱，专门瘫痪中共军舰的雷达和防空通道。以歼15T带4枚飞弹很威风，在成千上万只科技黄蜂的围攻下，福建舰连自己能不能雷达开机都是个问题。美军部署在冲绳与菲律宾的精准海马斯以及高超音速武器，更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交叉火力。中共几十万大军只要在东南沿海集结，港口与后勤基地在没出海前就面临着毁灭性的饱和打击。他们现在的防空系统根本无法全数拦截。其次，为了让这场不对称猎杀发挥到极致，美军近期大动作砸下22亿美元，启动建造35艘新一代中型登陆舰的庞大计划。这款排水量4000吨的战术舰艇，堪称未来印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核心。它不像传统两栖巨舰那样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是扮演海上幽灵的角色。这群狼群运输舰在岛屿间载着陆战队、反舰飞弹与无人机快速穿梭，打了就跑，让中共东南沿海的防空网和福建舰阴阳顾此失彼，
陷入全面疲于奔命的被动僵局。不仅如此，针对中共在南海人工岛与台海构筑的防御威胁，美国参议院已拨款支持陆战队整合最新型的靶心巡弋飞弹。这款由 AI 引导、具备低可观测性与海面掠飞能力的杀手，不仅能在 GPS 遭到干扰的极端环境下精准锁定高价值军舰，更具备恐怖的多轴同步攻击能力。最让中共胆寒的是它的成本优势，每枚售价只要15万到50万美元，仅为美国传统长程反舰飞弹的1/10。美军计划将其货柜化，装进核舱，或者是直接整合到海马斯火箭系统中，甚至大量塞进上述的新型两栖舰艇。这代表美军能够以极低的代价，在极短时间内倾泻数万枚巡弋飞弹。当成千上万枚便宜、致命且能自主寻标的靶心飞弹封锁海面时，中共那些耗费亿万民脂民膏造出来的福建舰与歼115T，在美军眼里只是一堆性价比极低、随时等着被回收的昂贵钢铁靶子。最后，作为第一岛链的最前线，台湾这几年也彻底摒弃了过去跟中共拼飞机数量、拼军舰吨位的对抗思维，转向最务实的刺猬化。国军最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核心就是将密密麻麻的雄风2型、3型以及美制鱼叉反舰飞弹全面机动化。这些飞弹车平时伪装成一般的快递卡车或民用货车，战至在全台的公路网络、山区甚至地下掩体中随时移动，配合台湾高度发达的雷达网与美军实时分享的战场情资，国军可以在几分钟内向突入东部海域的中共福建舰编队倾泻饱和反舰飞弹。这意味着中共舰母还没开到发射位置，就必须先面对台湾本岛射程高达数百公里的雄风3型增程型飞弹的迎头痛击。中共的狂妄自大与当年二战时期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如出一辙。回顾历史，1942年的中土岛海战中，大日本帝国同样拥有一支看似不可一世、能够进行远海饱和攻击的强大航母编队。然而，在美军强大的情报破译、先进的雷达技术以及灵活的联动作战面前，这支狂妄的舰队在短短1天之内就被全歼。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台湾东部外海的菲律宾海是著名的深水海域，这里常年潜伏着世界上最安静、最知名的掠食者。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核动力攻击潜舰，福建舰作为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其反潜能力在深海环境下极其薄弱。一旦冲突爆发，在美日台神盾舰、隐形轰炸机、水下核潜舰以及暗制鱼叉与雄风飞弹的多纬度降维打击下，西太平洋绝对不会成为解放军耀武扬威的内海，而是他自寻死路的终极坟墓。这艘常规动力的福建舰，连同他那些沉重的山寨歼15T，将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入海底，成为西太平洋上最昂贵也是最可悲的铁棺材。值得关注的是，福建舰和这批山寨飞弹，每一块钢板、每一枚飞弹都是用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堆出来的。在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中共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依然暴增7%，高达近1.9兆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那些隐藏在其他部门的隐性军事开支。这是一个多么讽刺且邪恶的画面！在中国国内，地方财政纷纷破产，青年失业率高到统计局不敢公布，无数中年人失业送外卖，百姓存在银行的血汗钱取不出来，老年人的医保福利被一砍再砍，甚至连基本的看病、养老都成了奢望。面对嗷嗷待哺、水深火热的13亿平民，中南海的权贵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却把成万亿的资金拿去造这些用来威胁同胞、挑衅世界的杀人机器。宁增友邦，不与家奴；宁建航母，不救百姓。这不是大国崛起，这是毫无人性的现代军国主义的复辟。更何况，这支用民脂民膏堆起来的军队内部早已烂透，
中共军方高层正经历着毁灭性的大清洗，中央军委和高级将领被换掉了超过一半，火箭军装备采购部门几乎全军覆没。在这种政治挂帅、本位主义根深蒂固、将领人人自危的独裁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动态、无预警、实战灵活应变能力的基层军官。先前飞进北京核心区域的小飞机事件，就已经用最难堪的方式证明了中共防空系统在面对突发非预期状况时的反应有多么迟钝。一个连首都领空都防不住，将领天天忙着政治站队，以免被抓的军队，其武器参数吹得再漂亮，本质上也不过是中南海用来自我催眠的豆腐渣。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